生，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当外送员太辛苦，有时候是下大雨，有时候下了雪，有时候水灾都还要送，大家都觉得外送员那么卷那么辛苦，结果今天一张照片，让中国的外送员跟中国一些人整个都炸锅。为什么？你看到这个人，穿得漂漂亮亮，紫色这个对吧？他现在是什么？他是王传福，比亚迪王传福的女儿。他在国外，哇塞，吃香喝辣，当个富二代，当个正二代，有钱真好，那种剥夺感都出来了。是一个中国两个世界。你现在看到就是王传福的女儿，她出席哪里？当然我们就知道，每年会有一度法国为全世界所谓的皇家贵族以及个富豪的子女。办了一个 party 包括20岁左右。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王传福的女儿，哇，穿得非常漂亮然后出席在这个 party 上。所以现在这张照片出来，这个其他的中国人看了都炸锅了。我们日子过得这么辛苦，结果你们在那边享受顶级的生活。那说一句实在话，那本来大家出身不同嘛，那也就算了。可是呢，你硬要把我这种苦日子，把它打扮成，把它这个磨粉成一个世界上最美好幸福的日子，那不行啊。所以呢，大家就怒了，你知道？现在竟然有一支短片，11月28号才在央视拍的，你看《新生活在路上》，它呢这个短片才几分钟而已，你知道他讲什么吗？叫我数字游民，就是说有一个本来是白领的一个平面设计师，他因为享受一个在路上看到不同风景的一个羡慕这样的生活，所以他受够了2点一线生活，要把工作辞掉了。对，他认为坐办公室的生活实在太乏味了，没有办法一圆我的梦想。我的理想是什么？就是我想要看尽这个城市不同的风景，所以他就变成外送员。哈，那公丢啊母丢，好像变成是你出来也太夸张了吧？你出来工作怎么样？其实是来交朋友的，这种成绩大概只有世聪哥做得到。没想到他们现在竟然拍一个就是外送员，中国的外送员也可以好像他其实是为了要体验人生。然后呢，就拍了这个影片，就是影片出来之后，这个中国的炸锅，为什么炸锅呢？心里想说，我们每一个人工作都是为了要那个过日子，哪像你，什么？你可以把你平常这个送外送，然后拍摄的边的一个风景比如说现在下雨，现在日出，现在一个黄昏时刻，然后在十字街路口上，大家的这边穿梭的风景，把它拍照起来，谁有那个心情而且慧珍，你知道这一部片最讽刺的是什么？来，你可以看到，他说有人说我是在打工度假，要我说我就是换个地方上班。这外送外卖带给我的不只是一份能够随时沿途风景的工作，它让我怎么样有个美好的生活，让我的感觉离梦想能够更近一点了。所以他讲什么话？所以这影片出来，大家直接骂什么？他说你这个就是从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看我们底层的人啊，所以你才会有一种戴着粉红色的眼镜看世界的那一种蒙太奇的感觉。你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我们一般的外送员过的日子是有多么苦。结果谁会？他就被下架了，完全被下架，就没了。整个全部都没了，全部都。他说你是来乱的吧？你没待过吧？你没拍过吧？那照你的意思，农民工作难道是在工地里面健身吗？外卖员的工作难道就纯粹是为了这个观赏路上的风景吗？那难不成你上吊说是荡秋千吗？哇塞，各种的这种嘲讽的语言全部都出来了。对，那甚至有人开始拍片什么来讽刺那个 cos 对比，你看有没有黄昏时间？哇，好美丽的风景。我们看到左跟右，对，这差太多了吧？是他在看哇，他看他送路的地方全部都没有其他车，结果你看别的真实，你看娃儿还挂在外送员的背上睡觉，然后你看没有脚的，走路不方便的，然后刮风下雨雨淋的，大家谁不是在赶时间？哪像这个外送员他所拍片的影片，你有没有看到他整个路上只有他一辆车？怎么可能中国会有外送员只有你这一辆车？现实这个太惨了啦，太荒谬了！这事情你看刮风，而且连下大雪还在外送，然后呢，大家赶单，我们是上个礼拜才讲吗？赶单赶了5分钟、8分钟的，然后呢，你没有办法遵守法规的情况之下，还能赚到钱，你赚到钱一定要违反法规。所以啊，现在啊，这个真的是
一个星火燎原，全部人都炸锅了。你看，还有问他一个湖北的，人家就问他，你看这个小哥你外送你是为什么？他就说为赚钱啊，为什么？难道你说什么欣赏风景？谁闲着没事欣赏什么风景啊？他就想想说为了生活，对不对？谁吃饱了不想躺在家里，刮风日晒雨淋还下大雪的，还要在那边外送，不就是图口饭吃吗？所以大家心里想说，你自己过的太平日子，不要来糟蹋我们生活。我们大家流汗、流血、流泪的，就是为了混口饭吃。结果你把我们辛苦人家的日常点缀成你太平生活的一种生活的点缀，也太荒谬。所以啊，有没有旁边 AI 都出来了？这个1、2、3开始进行对中国、对央视那种极度讽刺的，全部都出来了。是，你看这个小哥笑得哈哈哈，对啊，我就是为了欣赏风景。这一个讲的我更心酸。他说你为什么要这边当这个环保人员啊？他说我就喜欢清晨无人的街道上，讽不讽刺？而且你知道吗？那个短片到最后那个女生现在这厉害了，还有这种连相机都完全带着的。对，就是嘲讽嘛。因为到最后那个短片里面那个女生啊，你知道她怎么样吗？她把她沿路拍摄风景啊，到最后啊，她开了一个画展开了一个摄影展。然后就展出他的所有在城市里面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景色所留下的，用照相机来记录他的人生，就开了，就心里想说，只有你吧，你这一个不是反而官来嘲讽我们的吗？上流社会的世界，一天可能就抵上你好几年的薪资水准，结果人家完全不在意，然后看看其他的外送人员是怎么样把命拼，就为了糊口饭吃。宇轩，我们刚刚讲央视光是这一部片子上去之后被骂翻、被学、被怎么样，最怕什么？胡锡进讲的低级红、高级黑。结果你看今天这个事情，习近平知不知道？他一定知道，因为他竟然，你看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的新闻稿里面，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集体学习、管控网络，比如给我搞一些有微博的了。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包括习近平一直要创造出一个叫做举世滔滔的幸福之地。反正你们知道我在说谎，但是呢，你不敢讲出来就好了哈。反正大家都闭嘴笑。所以他说，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8号就加强网络生态治理，23次集体学习会议。来，赵文，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未来对于所有网络，他们要进个严格的管制，要有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我跟你讲一堆屁话都不是，也就是网军治国。我们知道中国的网军最近越来越蓬勃发展，他就说未来网络上所有的言论，包括哔哩哔哩、包括抖音、包括你说微博、包括百度，全部都把它做管制跟管控。他说要创造什么，你知道吗？让大家外界呢能够感受到中国的风气。中国的美好，中国的善良，这是他写在里面的。所以你看习近平讲出这个问题之后，代表干嘛？他要动了嘛？但其实背后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最大变量。最大变量，你知道最大变量是什么？他说什么东西？网络是他政权能不能维稳到150岁的最大变量。还记不记得他说过他要150岁，要持续去执政？结果这个最大变量，他说你看他说网络互联网被人们称为第5空间，也被视为最大变量。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所以这等于是什么？他认为网络会动摇他的统治基础，因为包括在网络上，包括这些酸民，包括这些闹的人，很有可能会蔚为风潮兴起来。所以对他来讲呢，变成是他未来全面要去严加管控网络，但是有时候事与愿违。你越想要去做什么事情呢，越会颠倒过来。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民主这跟中国的选举都是假的，对不对？但最近真的在我们讲的这个微博上在这个抖音上，这2个字叫什么？公投。他说网络如此发达，网民都是实名认证，所以有些事是不是应该在网络上公投？我跟你讲，这个你台湾人看没感觉，对不对？这是暗示，对不对？对啊，是造反啊！还少数服从多数，哇塞！这不是要讲什么吗？谁是多数？刚刚看到的外送人是多数啊，清洁人员是多数啊，一般老百姓苦哈哈1个月3000块是多数啊，谁是少数？习近平正国级、副国级这些富二代、这些官二代、这些红二代，他们才是少数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要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这根本就是跟你讲说我要内部政变，我要造反。中国根本没有这一套，甚至你看还有人讲，明明现在是11月12月1号，他说距离除夕还有77天。我想你这时候去跟大家谈除夕干嘛啦？7天还很久啊。所以他的意思是其实不是除夕，
是除这个简体字，有没有？除夕，来把习近平除掉。所以你看啊，人生最开心只有除夕那一天呢，能快点吗？这么快让人高兴。今年希望不要落空。你看这句话就出重点了。我请问一下，哪年没有除夕？哪年没有过年？为什么不要落空？他把习近平弄掉嘛。来，这个也是抖音的。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一个我们讲锦字旗。它实际上就是当时在广州因为中华民国要创立的时候要掀起革命，所以那时候在广州呢就有类似的旗帜，所以写着《广州独立文告》，1911年11月9号。那请问一下，广州独立是谁干的？同盟会干的是谁？孙中山是谁？中华民国。结果他们就突然间贴起这个东西，说要来搞广东独立运动。所以你看要不是我们广东人，其他人呢现在都还留辫子。然后人家说我吓到，以为说我现在看的是 YouTube，甚至呢还有人说你有120个脑袋吗，朋友？我想看完这个你既高兴又悲催。高兴是什么呢？代表中国民心思变。出事了。悲催的是什么？代表说中国人讲这种话也是不行。所以你知道吗？因为最近他们常常在发布所谓的中日之间抗争越来越严峻，一直在跟你讲说，在黄海这个地方未来没有所谓的空间。什么叫没有空间？也就是你敢越雷池一步，我不会再给你驱离，我不会再给你警告，我会直接开火，因为我在执行军事任务。但是你知道吗？在中国的网友反而开始在想一件事情，说，你看他说什么？给我枪，我守在机场。一个敌人也别想跑，跟我来的日语怎么说？看他酸爆了。对他这个意思是要去当间谍哦。你知道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吗？意思说我守在机场，我先跑我拿着枪我来先跑你们这些人不要跟我抢。然后呢，你看所以他们都在讲这件事情，甚至是有人讲说6险2金的先上，5险1金的后上。5险没金的稳住，没交的不上，什么意思？就你们这些既得利益者，这些赚钱的人，你要哪里去？就哪里去，所以你知道在现在包括他们一直在讨论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没赚钱的人，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去承担这么大的重责大任？照我问你啦，你1个月2000块人民币啦，3000块人民币啦，就1万多块啦。我跟你讲你小孩子的奶粉吃不饱，饿不死，全家人都快烦死了。然后他跟你讲说，你要在意国事啊，你要共同抗日啊，你要共体时艰不管月薪多少，国事连着家事。我吃不饱了。对他为什么呢？这是官方发的文章官方就发一篇文章，就说不管先有国才有家。但是很多网友就说，国家强大跟我1个月挣3000块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因为现在中国普遍的经济状况太差，对他们讲，他们根本没有那个心思去管到国家，只想要自己温饱。结果这时候又来了，恶心的样板又来了，他直接跳出来跟你说，身为中国人，你的魂在这，就应该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事情啊。你的财产呢，跟你的我们讲的会不会为国付出没有关系。所以呢，网友看完一片之后呢，大家都说，这看起来呢，就是我们讲的正2代、红2代，甚至有人说呢，他的薪资绝对超过3000块人民币。但你看看这个眼镜，看看这个金丝光，看看这个外套，看看他全身啪哩的打扮，我跟你讲绝对是过得很爽的人才讲出这种瞎话。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